马来西亚是一个以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民族共同构成的多元融合的国家。约3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约有22.6%的华裔，而在吉隆坡更是有43.2%是华人的占比。人们的热情好客、极低的语言门槛，还有舒适的气候条件、高性价比的生活成本、放松的生活方式等等，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来这里旅居或生活。这也是我选择来这里的理由。这里不仅是摩登的城市，还有让你吃到扶墙走的美食江湖，既可以品尝到这里多元融合的美食，还能体验到马来西亚多元融合的文化。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白，你们期待的马来西亚旅居视频它来喽！本期视频主要讲一下我在马来西亚旅居的感受和一些超多的生活细节的分享，希望对想要来马来西亚旅居、旅行甚至移居的小伙伴们有一丢丢的小帮助哟。本期的视频制作是相当的不易，记得帮小小白点赞点订阅。像我们出发之前呢，有2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得了解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换汇的问题，可以到了当地之后，直接用你的银联卡取现也可以，它会收一笔手续费，或者大家可以去当地的钱庄去换汇，比如说牌威廉楼下也是有一家的，我之前也就换过，我觉得汇率还算不错。第2个事情那就是电话卡，在你落地的时候呢，它就有电话卡了，有 TwinTalk 的，我就是直接在那儿买的，我买的它是一个旅游的卡。50马币1个月有350 GB 的流量，就是你完全够用了，可以分享热点给你的朋友，大家一起用，而且接通电话也是免费的，适合流量需求特别大的人，就比如说像我这种，因为我外出的话会发布视频，速度的话我觉得TwinTalk这个卡还是非常的快了。你像我的话，每个月天天刷视频发视频下来，1个月才用了50 GB 的流量，就是完全够用了。你像保镖的话，他呢是办了一个 Hotlink 的卡，因为我们平常不是还要去新加坡呀、印尼呀、泰国之类的，你像他的那个 Hotlink 有一个漫游配套，周边这几个国家的话都是可以一起使用的，是45马币40个 GB。你像我们俩出行的话，他给我开个热点，我就不用再买一张卡了，就完全够用了。像 Hotlink 它的配套套餐的话，有7天的呀、30天的，就大家可以自行选择一下，套餐还是蛮多的。你像我买那个旅游 TwinTalk 的卡的话，就不让我换套餐了。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旅居结束了，但是我马来西亚电话号码呢，我又不想给它扔掉，就可以进行一个保号的动作。像 Hotlink 呢，它是30马币30 GB， 然后是180天。如果说你想回到马来西亚，你还有个流量用，但是 TwinTalk 的话，它是35马币365天，它是没有流量的。所以每个卡它的这些配套啊，还有它的这些保号功能啊，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多去了解一下，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你的电话卡。那我们现在有电话卡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网络这块了。像我呢，一直用的就是小地球仪的 VPN。小地球仪 VPN 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个人的隐私安全。你像我的话，手机上的隐私信息就超级的多，一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泄露出去了，非常有安全的隐患。尤其是我们在公共场合连接 WiFi 的时候呢，比如说咖啡厅呀、商场呀、机场，我们使用的这些都是没有锁的网络，就很有可能被一些坏人窃取我们的个人资料。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 VPN 就非常的重要了。小地球仪 VPN 呢，有一个超强的加密技术，可以保护我们上网的隐私安全，而且它还支持多端的登录，手机登录的同时呢，电脑也是可以使用的，安卓和苹果都可以下载。打开我们的 app 呢，一键下拉，快速连接，全球节点无缝切换。现在我无论是居家上网还是出差旅行的时候，我都会使用小地球仪的 VPN。点击描述栏链接就可以下载和订阅节点了。哎呦，你说的我都心动了，我赶紧去下载一个小地球仪试试。别急，记得要填写我的邀请码哦，我也放在描述栏了。不仅可以免费获得3天30 GB 的流量，充值还有9折的优惠哦，快点体验下载看看吧。今天呢，我将以4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吉隆坡旅居的生活体验。第一个的话就是最重要的居住。像在吉隆坡住的话，其实大部分人呢都会选择住那种公寓式的宿舍，因为呢住酒店的话价格太高了，非常的不适合长期居住。大家到吉隆坡主要居住地区的话，其实就是中心区和周边区。中心区域的话，其实就是 KLCC 呀，还有 KL Central， 还有就是在普渡区域。优点的话就是很繁华，而且交通超级便利，还有就是美食特别多，就是你去哪儿距离都非常的近，都走着就能到了。
步行的话就可以到达大型的商场，还有购物中心，省去了一些交通方面的预算。缺点的话就是房租比较贵，像日均下来的话需要200马币一天，住宿条件越好呢，价格就会越高。预算充足的小伙伴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在市中心，或者是你第一次来的话，我也建议你可以住在这儿，到双子塔呀、帕威廉呀、磁场街呀都非常的方便，旅游观光呢是绝对可以的。然后就是周边区，比如说 PJ 区啊、蕉赖、扑冲、沙登和甲豆这些地区，它都在 KL 的周边，也是我觉得旅居的首选地段了。我这次住的呢就是在 PJ 区，因为 PJ 区它特别大，而且呢你们熟知的 SS 榴莲市场它也在这边，周边呢也是有超级多的购物中心和超市，我觉得买东西还是非常的方便的。这里的优点呢，它就是房租非常的便宜了，日均下来的话100多马币基本就可以搞定了，每天呢相当于省了一顿饭费了。住宿条件也是非常的不错，像游泳池啊、健身房啊，一般社区都有的。你像我们上次住的那个宿子呢，它的游泳池巨长，就你游一个来回可能就得游20分钟，然后那健身房也是挺大的，我每天都去那儿撸铁啊、健身，还是非常的健康的。当然它的缺点也是非常的明显，那就是离市区呢稍远一些，交通上的成本就会高出一点点的。如果你不是每天出门的话，交通成本也不会高特别多。而且如果说你想去巴生玩一玩、吃一吃的话，像你住在 PJ 区的话，打车反而距离比 KL 的市中心要近很多的。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第二方面的话，其实就是交通了。主要出行方式的话，一共有4种。第一个的话就是打车，也是我平常最常用的出行方式了。一般呢使用的 APP 的话有那么几个，有什么 Grab 呀、Bolt 呀、InDrive， 基本就是这3个 APP 就可以涵盖了。你像 Grab 的话，它的通用性就非常的强，整个大马呢都可以使用的，打车的效率很高，而且接单速度还是蛮快的。一般司机距离呢也是很近。APP 的优化也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呢，就是感觉高峰期打车的时候特别容易被加价，所以我一般呢都会在 Grab 没有向上小箭头的时候打车。Bolt 的话，在大马的话，部分几个城市是可以用的，吉隆坡可以用，也有司机接单，我打过2次，体验的话我感觉还不错。有时候用 Grab 打车打不到，或者价格太高的时候，我就会去 Bolt 看一下，有可能就会打到一些平价的车。像 InDrive 的话，在大马的通用性也是非常的强，我目前去过的一些城市呢，一般它都能用。而且呢，可以自己出价，但是有没有人接单就看命了。比如说我很多次呢，都是看着 Grab 涨价了，然后呢用 InDrive 打到了一个平价的车，也有很多次呢用 InDrive 价格低，但是又没有司机接单。反正我的经验就是 Grab 和 InDrive 换着用，一样的价格 Grab 比较快，价格差太多的话，我可能就在 InDrive 多等一小会儿了。第二种交通方式的话，其实就是 MRT。这里呢，我先给大家附上一张吉隆坡的地铁地图，乘坐的价格根据你的距离远近而定的，它的线路也是非常多。但是很多都要 City Walk 一段距离。如果你是准备平时多用公共交通出行啊，建议你住房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个离地铁站非常近的，就会非常方便。乘坐地铁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一点，就是一定要看准你的站台，有的是同一个站台，左右两边是不同的线路。比如说你的左边它是个黄线，然后右边就是个绿线，但它并不是顺逆行的，不要做错。还有一种就是同一个站台会有2种线路，特别容易做错。我跟保镖有一次就做错了，我们俩刷着手机刷了好几站，发现怎么离我们的终点越来越远了，然后我们俩又坐了回去。第3个交通方式的话，其实就是公交车了。乘坐公交车的话，目前谷歌地图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很多的 MRT 站，它下了车之后会有 T 开头的一个公交车可以坐，无缝衔接还是很方便的。吉隆坡这边公交车的话，你得招手它才会停，有时候车站就你一个人玩手机，你又没看到啊，那个车就直接开过去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观察公交车来没来。这边的公交车而且不能投币，也不收现金，你一定要去 Touch and Go 办一张卡，一个公交卡。这个卡的话，一般在大一点的地铁站都有售卖。我们上次是在磁场街买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去附近的711看一看。KL Central 旁边的 NU Central Mall 里面2层有一个官方的店，里面是有卖这个卡的。这个卡呢，你可以坐地铁，在地铁站的机器上呢，可以直接用 Visa 卡去充值，也可以找地铁站的人工售票的点儿，用什么微信、支付宝也是可以充值的。像我跟保镖呢，除了坐 T 字头的公交车，其他公交车其实我俩不敢坐，因为我们俩坐过一次，他告诉我那站跟我在网上查那站根本就不是一个站，它其实有时候它的线路就完全不一样，而且很多大马本地人也在吐槽，所以公交车的话
还是先问好了是不是你到那个站你再去坐吧。第4个交通工具呢，其实就是你的2条腿，就是步行。步行呢适用于吉隆坡市中心的旅游。之前我分享过如何从 KLCC 直接走到帕维连，不怕下雨也不怕暴晒，步行还是非常可以的。在其他地方的话就不太适用了，因为大马太热了。如果阴天或者刚下完雨，我觉得你可以体验一下 City Walk， 否则步行应该超不了1公里的距离，你就会晒化了。第3 part 的话就是美食，这方面我就不用过多赘述了吧，大家应该都懂的。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视频呀，很多吉隆坡和吉隆坡周边的视频下面的说明栏呢，我一般都会分享地址，有太多好吃的了，大家可以自行选择一下，然后呢制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美食线路。吉隆坡周1到周日的话，其实每天都有夜市，我之前基本也都去过了。想要了解的宝贝也可以去补补课哟，很多是必打卡的美食和在地人才知道的一些宝藏小店，选择性呢也是非常的多的。给大家推荐几种马来西亚的美食。第一的话就是炸鸡椰浆饭，一定要尝一尝。我之前出过测评的视频，可以去看一看，选择一家你喜欢的。第2的话是肉骨茶，建议呢可以去巴生尝一尝肉骨茶，味道很不错，分汤的和干的。没时间去巴生的话，甲洞也有非常不错的，可以去试试看。第3的话是亚三乐沙，慈尚街有一家我认为超级好吃的，一个特别小的门脸，但是味道呢真的很赞。第4的话是炒粿条，最好吃的炒粿条的话就藏在夜市里，可以翻看我之前夜市的视频找一找，有2家我都觉得是非常不错的。第5的话是妈妈档，堪称呢是马来西亚这边最经济实惠又非常好吃的代表之一。双子塔附近的话就有一家，身后有100万级的夜景。第6的话就是榴莲了，之前特意一天去吃了8颗榴莲，做了一期榴莲的测评，基本流行的种类的话都在里面了。喜欢吃榴莲的一定不要错过大马哟，吃回机票钱就靠它了。还有很多比如咖喱面呀、马煲鸡饭呀、粿条仔之类的，大马的美食是非常多的，就不一一推荐啦，可以刷一刷我前面的视频，感谢支持。第4 part 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购物。在吉隆坡这边的话，我觉得购物还是非常方便的，各大商圈汇集了整个大马的各种商品，几乎都可以在吉隆坡找得到。还记得我第1次来大马的时候，我就说希望支付宝可以覆盖一下，结果真的让我说准了。这次我再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基本上支付宝都走遍 KL 了，也算是美梦成真了，是不是？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小店呢，还是需要现金支付的，包括打车，我经常用现金，所以还是需要换一些马币的。这里插一个题外话，为什么要用现金呢？因为我用支付宝的时候被人多扣过钱，所以我后面也害怕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所以我就都用现金了，就很离谱。所以我本人建议还是大家来马来西亚的时候一定要换一些现金，尤其是国内来旅行的或者来这儿旅居的，你就千万不要不换钱就直接过来，因为呢大马它毕竟不像中国那么方便，不需要带现金出门。你带着一张银联卡一般都是可以取现的，建议你一次性可以取1到2千马币吧，因为我发现我取的少的时候，它折算的汇率就会变得高，应该是手续费也在里面了，所以尽量少取几次。关于商场购物的话，我之前呢也有出过一篇购物攻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里面呢汇聚了很多在马来西亚我觉得比较便宜的，然后在国内比较贵的东西，大家有时间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记得帮小伙伴点赞支持一下。接下来呢，我推荐一下我日常购物的一些大型超市，比如说莲花还有永旺这2个超市呢，其实各有一些价格便宜的东西，但是它差距不是很大。像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比如说洗发水、护发素、沐浴露、抽纸、厨房纸，我一般呢都会在莲花买。像零食、贝果、果蔬汁啊、牛奶之类的呢，我就会在永旺买，永旺比较全一些，可能我爱吃的品牌也会多一些。但是永旺它有时候有一些抽纸也会做特价，所以大家也可以按需来采买一些。对数字比较敏感的话，我觉得大家去几次超市大概就知道什么便宜什么贵了。如果不敏感的话，大家也可以跟着我去买。给大家一个小 tips， 我一般打车的时候呢，都会选择用现金付。一呢，是因为我在线支付的话会有支付宝的一个手续费，比如说你打车14块钱，它就会收14点几几这样。2呢，是因为我怕有些司机呢会给你多一些附加费，比如高速费、过路费等等。然后你回去发现呢，就会投诉特别的麻烦，就无从下手，你知道吧？就不如说刚开始你就杜绝这种现象，该多少钱就直接给多少钱的现金。我的现金基本上都是打车用掉的。
最后呢，补充一点，就是大家来马来西亚这边的民宿的话，离开的时候要把垃圾收拾好，至少你要放垃圾桶里，保持地面的干净和整洁。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当地的一个生活习惯吧，所以大家还是要尊重一下的。这篇旅居分享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跟保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生活了有小半年的时间。以上呢就是我们觉得马来西亚什么美食啊、生活呀、交通啊，还有购物方面的一个分享与心得吧，也希望大家看到呢能有些帮助。我们两个在大马呢生活的也是非常开心，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一个当地人了。也希望大家能帮小小白多多的点赞，多多的关注，你们的支持呢就是小小白的动力。那我们本期就到这里啦，喜欢一定记得支持小小白哦，我们下期见，拜拜。